嗨，各位今天来讲战力哦，给你们看这个战力呢，并不是要水这个战力哦，这东西是虚的，完全没有用，对于我们过关没帮助哦，只是要让你知道说现在的战力分布是长什么样子。那主角跟猎人呢，重点就是神器还有核心啊，那还有一些小细节，待会会讲。那可以看到比较大宗的哦，就是暗影军团。暗影军团呢，它给的战力是最多的。那这部分待会我也会讲要怎么去水。那再来还有就是武器库，最后这是残影之力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，你就是农光辉啊，把君主碎片凑齐。这里一个君主是加5万啊，那这个东西比较看你个人勤劳程度，还有你的口袋深度啊。你打得多，你这战力就容易拉得起来。那这里的战力呢，才是我们真的要看的哦，因为这才是你真的会下地下城会用的组合。刚刚那边的战力呢，肯定是用水的水出来，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往上塞，能够越高越好。但实际上在战斗实用度上面完全是零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在调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回来看这边的战力有没有提升。那我们先讲比较重要的哦，暗影军团。这里呢，如果你有看那个常见问题哦，我就有讲过大概怎么升级哦。没关系，我这边重新详细讲一次哦。第一个就是军团这里的等级呢，上限是来自于你的这个它的军阶哦，军阶升级会加等级上限。那这个加等级上限并不会提升战力，你要升级这个才会提升战力。那升级这东西呢，是吃一个灵魂哦，紫色的，它吃这个暗影能量哦。这个你只能打传送门哦，或者是你去用暗影的那个任务哦，让他自己去跑。所以你在刚刚那个能量不够的情况下，你去提升军阶，然后去拉这个上限，对你的战力帮助是0，因为你没办法升级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先升级一些重要的角色，伊格丽特是重要的，所以这个要先升到将军。这个魔女也是重要的，这个也要升到将军。然后蚁王也是重要的，所以也要升到将军。这3只优先升级。那升级3只之后呢，你去升级其他的也是可以。再升级军阶，你再挑你下一个要升级成将军等级的暗影，你要看的是他的队长技能对你有没有可能有帮助。那重点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一开始那3只一定要升级成将军。为什么要升成将军？因为只有达到将军等级，才可以制作他的专武。那专武这个升级也有一个配博，就是你尽量能够升级到2星或3星就好了。你先拉到2星或3星，4星以上不要动，因为4星以上吃的资源太重。你吃一个4星，你搞不好可以升级2把武器。当然，你最后还是要升满。我现在讲的是最快达成的方式，你最短时间内可以获得最多战力的方式。所以我刚刚说的是，你一开始就是先养一只，然后你把它弄到将军等级，然后其他都不要升级哦，就只是召唤出来用而已。你先召唤3只暗影都上去，你全部的暗影战力才会加上去。那你先弄到3只之后，你就去把它升级成将军，然后开始升级它的武器。你升级到2星或3星之后，你就开始挑下一只了，不要再升级了。那下一只升级完升到将军之后，你再去下一只。那记得他们是有技能的哦，所以你这也要点到7就可以了。我点到10只是因为我在测试东西哦。然后这个成长提升也是平均升级。你其他的角色，比如说我现在全部召唤总共有5只好了，那我就是5个角色都是同样的等级。比如说他们都是金色的1星，那我就全部都是金色的1星。我都升到金色的1星之后，我再升到金色的2星。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有召唤出新的暗影，一样先从那个暗影开始升级，把它这个拉到跟你其他一样平均。为什么要这样升级？理由跟武器是一样的，因为它吃的材料太重了，所以你升级后面1星，你说不定前面那些比较低等级的，你可以升级好几星。但是你不管怎么升，它加的战力都是一样的，高等跟低等的升级战力加的都是一样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里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，最后都一定会吃满。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，暗影本身也吃我们装备宝石的效果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宝石。那在常见问题那边我也说过，宝石呢，你全部都是以趴为主。我说的是这3维，这3维都是以趴为主，因为趴数的宝石给的战力是最多的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我有时候换上去换成趴的时候，好像跳出来的战力是负的，是扣的。但其实呢，它
是一长串的，它不是只有猎人跟主角有战力增加，它是后面还有影子的。因为你去换宝石之后，你去仔细比对，你会发现影子的战力在你换宝石之前比较低的，你换完趴树宝石，你的影子战力会拉上去。这就是我们后来用趴宝石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全体的战力都会增加。你会以为它是扣的，只是因为它显示的非常多，它没有全部跳出来，所以你会觉得它是扣的，那不是，那是错觉，因为整体战力是提升的。那这边有一个方法，你一开始一定弄不到 A 级的，所以你有 B 级以上的你就可以塞，你甚至只有 C 级也是可以用，你只要是换趴数都会比你原本用追加还要高。记得我说的都是6级的，就是这个等级的 B 级以上是最好的，你弄到 A 当然是 OK，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卡在急需战力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管你到底最后有没有弄到 A 了，你先把战力弄出来，关卡过得去比较重要，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汰换。那当然有的人比较憋啊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憋到后面然后换成 A， 那就这样做没差，你可以忍受你那段时间战力过低的问题，那就 OK， 反正就是看你个人玩法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都是先塞 B 级，我只要有弄到 A 我再慢慢替换。那这边呢，因为他们的战力提供影响没有非常大，这边就是按照我之前说的宝石怎么装你就怎么塞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一定有人会问说啊，那我后面才刚开，我到底要塞几级的宝石？如果你前面为了要把宝石的格数打开，我觉得你可以先随便塞，反正你最后都要替换成趴，你先塞，把它塞满，能够开到底，开到最后一格。那像我之前玩分身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先把能塞的我都先塞上来，重点是我要满这5个宝石才可以开下一圈嘛，所以我都塞到最后一个，我开了，最后一个打开了，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去弄趴树宝石，从这边开始填，你再一路换回去，这是我的方法，你可以参考。武器库是我比较不建议优先搞的。因为武器库这里的成本相当的高，就是你要花费的资源很重，而且很贵。如果你硬吃的话，贵是来自于你口袋深度，你口袋够深，你当然可以把它弄起来。但是我说我不建议，就是因为武器库它提升非常的少。比如说我现在这边9级，我要把它提升到10级，我实际上获得的战力提升大概只有1-2千而已，就是这么少。然后这里的资源相当的重，那因为我这边已经升到很高级，所以我没办法去给你看说前面要怎么升。但是前面我研究过了，你前面1到5等呢，你一样平均升级，你开多少格都一样，跟暗影是一样的，先升1级，全部都1级，然后再升全部2级，再升全部3级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，你升到5级之后，你要升6跟7，6跟7这里消耗的资源呢，6会很重，6要吃，我记得是吃70个金色的漏斗，那7的话是吃30个漏斗，但是他们2个人呢，提升加的战力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7跟6这边我建议是一次吃过去，因为你先都吃6的话，你会吃很多。比如说你这5把你都是5级，你要升6级，然后你这个吃6你就吃了70个，你这里吃6你也吃了70个，可是你这2个吃起来总共花140个，但是你提升的战力一样是+1+1。那如果你是吃这个，你吃6级，然后6级接着吃7级，你这里是+2，但是你只消耗100。你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吗？它唯一有差异的就在那边，所以通常到5级之后，我会6、7一起升级，因为这样消耗的资源是最少，获得最多的战力。当然，你最后跟影子一样，这只是个顺序，你最后都是吃满。只是我在跟你讲说，我发现的一些比较快可以获得战力的方法。所以呢，7级之后呢，就是一样啊，7级之后一样就是平均，因为我是你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它消耗的资源已经不是这个多或少了，是这个很难拿到，这几乎不太好取得。你前面一定会卡一堆这个漏斗，然后都没办法用，全部都卡在这个，好吗？所以这边就无所谓了。你7级以后，你能够升级你就升。然后这里的战力要怎么取得？这里的战力是来自于你的武器，武器库呢，它会自动筛选你自己身上的武器，高等级的它会自己替换上来，所以你这边不用管，你就是把你仓库的武器吃高等级。那要怎么吃？武器呢会影响战力的只有前5星，后面的5星就是10命是不影响武器库里面的战力，但是它会影响你拿在手上的战力，这样可以理解。我现在是在讲它在武器库的战力怎么算，它在武器库战力里面吃最重的是这个东西的等级，
你不用的武器，你也可以吃起来，然后让它计算在武器库里面。尤其是你前面可能抽的武器不多的时候，只有1星也可以，因为它这个等级吃的战力是最多的。这个1星只加90几吧，我记得就是只加90几，所以几星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 SSR， 然后你还可以把等级吃起来。你有资源你就吃，在你资源不够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先升级。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是这样，我就先升到100，先升到100，因为升到110、120吃的资源很重嘛，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先吃到100。如果你觉得100的资源吃太重，就吃到60，一样，反正概念都是一样。你能够平均吃就平均吃，因为这样加的战力是比较多的。那如果你在过主线会拿到一些这个等级重置哦，你可以拿来用。资源不够的话，你可以拿来用在你之前吃的东西上面。你有抽到比较好用的武器，可以替换掉武器库的武器，那你就把吃过的武器重置回去，这样就 OK。